哎，这是 Sparky， High five。Good morning, Spark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可依，它是一只哈士奇，叫做 Sparky， 是我们一家人在这边矽谷居家隔离2周以来抗疫期间的开心果。怎么说呢？自从闭关以来，每天看到全球、全美还有加州感染新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不断增加，疫情真的越来越紧张，难免情绪低落。再加上呢，每天为了这个1天3餐，做饭做到快发狂的时候呢，只要抱抱 Sparky， 看看他傻傻开心的模样，心情真的就好了许多。尤其是这段期间呢，家里充满了这个青春期、叛逆期和更年期的荷尔蒙。这时呢，我们就靠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、只会唱歌的哈士奇来解救我们失控的情绪。为了减缓 COVID-19 新冠病毒的蔓延，2个多星期以来，我们湾区居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每天都有排山倒海的新闻迎面而来。而这支影片呢，就想带大家看看旧金山湾区自从3月17号凌晨进入 Shelter in Place 居家避疫的抗疫生活以来，矽谷居民的生活现况。首先呢，突然接到停课通知，学校呢从3月16日起停课1个月，至4月13春假结束后重新开课。接着学区公布延长停课时间至5月1号。没想到呢，最新收到的通知是学校直接放暑假了，学生不用再回到学校上课。这个消息呢，令今年即将毕业的高中12年级生感到非常的失落和错愕。除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毕业典礼和毕业舞会被迫取消，毕业生们连回到学校和同学见面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。4年的高中生活忽然消失，大家分道扬镳，这种感觉呢，真的很难形容。再加上大学关闭，让高中生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呢，更加困难。只能说 COVID-19 的病毒杀伤力实在太吓人了，深深影响全球每一个人，也给学生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。在矽谷方面，身为全球高科技的重镇，原本马不停蹄的生活一夜间也都变了。除了非必要性的工作，大家都在家里上班。平常交通拥挤，每天塞车的高速公路和街道，现在完全不塞车。不过呢，要说明加州并不是封城，而是自主性的居家隔离，所以呢，居民可以出外运动、采购食物、do important errands， 或者是遛狗等等。在居家隔离进入第3周之后，这几天呢，天气晴朗，发现呢马路上还蛮热闹的，车辆增多了不少，超市和停车场也有人潮。开车时自己也没有像前2周时觉得那么寂寞。不过呢，大家都保持了至少6尺的安全社交距离，排队买菜也不例外。为了减少病毒间接传染呢，免费为顾客提供购物纸袋，不再让顾客使用自己的采购袋了。居家隔离的半个多月以来，除了外在环境改变，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步调也变了。因为天天在家闭关修炼，遛狗反而成为我们每天最开心的一件事。散步时，你会发现，只要有人迎面而来，其中一方呢，就会瞬间移动到马路的对面，或是马路上，反正路上也没几台车。再看看这位老太太干脆搬个椅子在马路上和对面邻居聊天。反正呢，现在时间多的是。不过呢，大家都离得远远的，连狗都不例外。平时热情爱交朋友的 Sparky， 每次看到狗狗呢迎面而来，都会想去打招呼。但是半个多月以来，好不容易远远的看见了一只狗，却得遥遥相望，不能一起玩。看到一脸疑惑的 Sparky， 我想他心里最近应该有很多的问号。例如，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离我而去？另外，我也很好奇，不晓得呢 Sparky 有没有发现，以前呢家里常常没有人，可是现在呢全家人每天都在家，还睡到自然醒，连狗狗的早餐都快变成午餐了。真的是 sorry Sparky， 非常抱歉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会早睡早起，不再追剧，早点带你去散步。在家闭关了1周后，我决定出门买菜，顺便呢带 Sparky 去附近的史丹佛大学美丽的校园走走，遛狗加健身，提升身心健康。没想到1天的行程，最后竟然看到
哇，如此混乱的场面，到底是谁惹的祸呢？哎呦，这个呢就得从头说起了。话说那天我们经过 Palo Alto Downtown， 史丹佛大学坐落的城市，这里平常非常热闹，是湾区居民、学生和游客都喜欢来的地方。居家隔离之后，服装店、Apple Store 都关了，只有一些餐厅呢还在营业，因为现在只能外卖，不能在店里用餐。大部分的餐厅生意一落千丈，许多餐厅经营不下去，干脆关门歇业。往前走呢，就是史丹福大学。平时校园里有球赛，有活动，非常热闹。而眼前这片美丽的草坪和气派的建筑，是大家爱照相打卡的矽谷地标。平常很难停车，周一到周五还需要停车证。不过呢，抗疫期间，如我所料，校园里真的没有什么人。现在看到的高塔就是著名的学术和艺术展览中心 Hoover Tower 胡佛塔，里面收藏了许多珍贵的资料。而这个有历史和特色的教堂 Stanford Memorial Church 也已关闭。看到 Sparky 在草地上玩得这么高兴，就让我想到一个关于宠物的话题，就是宠物是否会被 COVID-19 病毒感染。虽然呢，之前香港有个案，因为主人确诊，而他的狗呢测试之后呢有呈阳性反应，在隔离观察之后，狗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相关病症，所以美中双方的兽医呢和医疗专家都表示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宠物会因此而生病，或是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。他们呼吁饲养宠物的人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不要随意弃养宠物。不过呢，空气中的病毒有可能落在动物的毛发上，所以呢，在抱完宠物之后呢，要洗手。但是如果主人确诊，最好请他人照料，和宠物分开。但是如果没有办法，在接触宠物呢或喂食之前，一定要洗手。从校园出来，一过马路就是著名的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史丹佛购物中心，里面的百货公司、精品名店都已经停业，而停车场也没有几台车。虽然餐厅还是照常经营，但是只看到一两个外卖客人。突然看到麦当劳的决定要外带几个汉堡回家，因为很久没有外食了。而店里有看到每隔6尺距离，地板上就贴了胶带，让顾客保持安全距离。不过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经理说，因为百货公司呢和商店不营业了，所以生意已经少了90%，营业时间呢也提早到6点结束。在前往超市的路上，想到今天可以不用做晚餐，真的是特别高兴。没想到家贼难防，一打开车门，看到椅子上残留的生菜、纸张，唯独不见汉堡，就知道Sparky 闯祸了。原来他趁着我去洗手的时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汉堡全吃光了，一点都没有嘴下留情。这时我们就一直问他 Who did？ 意思呢就是 Who did this？ 就是到底是谁做的。看到 Sparky 一脸无辜，好像与他无关的样子。拜托 Sparky 你也太会演了吧。OK， 今天呢就以哈士奇偷吃汉堡为我们居家隔离的矽谷生活画上句点。我还得想想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呢。如果你喜欢我和 Sparky 真实的矽谷生活，欢迎分享和订阅。抗疫期间，祝大家健康平安，互相帮忙，共度难关。我是 Tia 张可依，他是矽谷哈士奇 Sparky，我们下次再见。